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到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，事实证明，女人老了后显老元凶，不是白发和皱纹，而是这3个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这2年，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年女性开始用更坦然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年龄了。过去，白发和皱纹一度被看作是衰老的证据，多人对自己感到恨不得用各种办法把岁月的痕迹藏起来。可慢慢的，大家的观念变了，白发和皱纹不再只是变老的标签，而是岁月赐予的勋章，是人生经历的见证。越来越多的姐妹开始大方晒出自己的银发，分享那些细密却柔和的皱纹，反而让人觉得比起掩饰，坦然面对才更有底气。不过说到底，真正容易暴露年纪的并不只是头发和皱纹，而是还有几个更容易被忽视却最容易泄露状态的细节。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揪出那些真正的衰老信号，看清它们，才能优雅留住岁月的底气。1. 发型。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，发型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，不仅仅是一头发丝的修饰，更像是我们气质的第2张脸。走在街上，经常能看到一些中年女性的发型让人感到可惜，就像图中这种，以为能显得发量多些，却往往适得其反，反而让整个人看上去更显老态，没有精神。其实年纪渐长之后，发型反而更能衬托一个人的气色和精神状态。如果说年轻时靠发色和发量取胜，那么到了一定年纪，真正要做的是把发型打理得蓬松有型，让整个人显得精神饱满。一是蓬松感才是发型的灵魂。很多中年女性最怕的就是发量稀少，头发紧贴头皮，这样不仅让发际线的问题暴露得更明显，脸型也会显得更大更宽。一旦头发蓬松起来，整个面部轮廓立马柔和许多，显得精神又减龄。想要头发自然蓬松，除了用卷发棒打造微卷，也可以巧用发箍来增加发根支撑。选一个和发色相近的发箍，轻轻往前带一点点，不仅能让头发看起来更厚实，还能让整个人多几分俏皮感。2是善用刘海修饰。很多人年纪大了，发际线逐渐后移，发量也跟着变少。这时候与其纠结烫卷，不如留个合适的刘海，既能遮住发际线，又能修饰脸型，让五官看起来更立体。袁泉就是很好的示范。她原本也是偏高的额头，剪了轻薄的刘海后，整个人都显得柔和了，甚至多了几分灵动气质。3是对白发多一些包容。关于白发，别一看见就急着全染黑。一味染黑，长出来的白发和黑发分明的对比反而更显老，还需要反复补染。其实白发也未尝不是一种独特的魅力。叶倩文、叶童就是例子。短发搭配黑白相间的发丝，不仅没有土气感，反而多了几分知性与洒脱。而且对肤色偏暗的中年女性来说，适当保留一些白发，还能让整体气色看起来更均匀、更柔和。选对发型真的比你想象中重要得多。尤其是到了中年，发型稍不留神就容易显老显沉闷。与其盲目跟风，不如先看看自己的脸型，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款式，才能避免踩雷。1. 面部发福，波波头拉长脸型最省事。如果脸型偏圆，面部轮廓稍微发福，不妨学学林青霞的经典造型。她无论是在公开活动还是私下出街，都很偏爱齐下巴长度的波波头，配上柔和的大波浪卷，整个人气质干练又不失女人味。
这样的波波头最大好处就是能巧妙修饰脸型，视觉上拉长了线条，让脸显得更小更瘦。不过要避开妆嫩雷区就很重要了，别学许晴那样留又厚又整齐的齐刘海，这种过分密实的刘海很容易压垮发型的轻盈感，还显得沉闷呆板。林青霞那种带有弧度的3-7分刘海，或是轻盈的空气刘海、八字刘海，更适合中年女性，显得人自然、柔和又大气。2. 面部消瘦，短发让五官更立体。有些姐妹本身脸型就比较瘦，留波波头反而会让脸看起来更瘦削单薄，不够精神。这种情况反而更适合利落的短发，可以把头发打薄分层，层次分明的剪裁让发尾自然蓬松，视觉上给脸部填充了饱满度，让五官更有存在感。两侧的发丝微微蓬起，还能修饰颧骨和太阳穴的凹陷，就算个子不高，气场偏弱，也能瞬间精神起来。3. 下颚线不明显，锁骨发最显修长。下巴线条是否紧实，对脸型影响真的很大。若是下颚线不够清晰，就可以考虑试试齐肩长度的锁骨发，既保留了长发的温柔气质，又带点短发的利落干练。发尾稍微做个内扣或微卷，蓬松又自然，能很好的修饰下颚线，让脖梗看起来更修长，整个人立马显得轻盈又优雅。别小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，选对了发型，气质、精神面貌都能一下子提上去，人也会更自信从容。2. 穿搭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总爱把那几件穿了10几年的老人衣服留在衣柜里，觉得宽松、舒服、省心，出门随手一套也不用多想。可实际上衣服选得随便，看上去就容易没精神、没气色，哪怕五官再端正，气质也很难提起来。看看这组对比就明白了，那些色彩花哨、图案杂乱的老年装，一穿上不仅显得臃肿，还特别容易衬得脸色暗沉发黄。可只要换成简单的纯色或低饱和度的基础款式，整个人瞬间就利落干净，气质也跟着提升了好几个档次，显得轻盈不少。年纪大了，穿衣不是为了追赶年轻人的潮流，而是要穿得有无灵感。与其刻意去装嫩，倒不如选适合自己的简约款式，让别人一眼看不出你具体几岁，却能看得出你收拾得干净利落，气场松弛大方。别害怕浅色、亮色，关键是别选得太花哨、太艳丽。比如粉色不是年轻女孩的专属，中年女性选一件剪裁合身、款式简单的粉色衬衫，配上大地色或白色半裙，气质温柔又不会显得扮嫩。穿衣别太随意，也别为了追赶潮流用力过猛。有些夸张的流行搭配放在年轻人身上或许新鲜可爱，但放在成熟女性身上反而容易变成累赘。比如一些奇怪的屁帘装，在牛仔裤外套个小裙摆，看着花里胡哨，反倒破坏了整体的简洁感。其实收掉这些多余的设计，回归简单纯净的线条和质感，反而更大气耐看。挑彩色单品时，也尽量避开高饱和度的亮色，不仅显黑，还容易把肤色衬得暗沉没精神。低调的莫兰迪色、浅米色、灰蓝色，都是气质与减龄兼顾的好帮手，既提亮肤色又自带优雅感，让人看着舒心大方。记住这些小心机，让你的穿搭立刻焕然一新。哪怕年纪大了，也能轻松逆袭成气质优雅的女人。1. 手动划分身材比例。年纪大了，身材多少会有些发福，
如果还穿得松松垮垮，上下同宽，就很容易显得臃肿没精神。这时候最该注意的就是学会手动优化比例，方法很简单，突出腰线，选一条高腰裙或高腰裤，把腰线位置往上提，就能瞬间把身材一分为二，显得腿长腰细。要是衣服是宽松版型也别怕，可以在外面加一条简单的腰带，轻轻一勒，腰线立马清晰起来，整个人都显得利落了好几分。2. 着装时突出一个核心亮点，穿衣服时千万别把全身都搞得花里胡哨，这样不仅没重点，还容易显得俗气没质感。最好的方法就是让造型有主次，比如一条带波点的连衣裙，图案已经足够抢眼了，那底色就选黑白或深蓝这样干净耐看的色调，让波点成为全身的视觉焦点，看起来既活泼又优雅，完全不会乱。3. 配饰宁少勿多。很多姐妹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有贵气感，一股脑把珍珠项链、耳环、戒指全戴上，结果反而显得累赘又杂乱。真正懂搭配的女人都懂得少而精才是高级的关键，与其带一堆，不如选2-3件质感好、设计简洁的饰品，把重点放在光泽和工艺上，恰到好处的点缀，就能把整个人衬得更有气场，更有分寸感。3. 体态。一直放纵自己和一直克制自己，最后差别有多大？人到中年，代谢减慢是自然规律，努力维持身材和状态，他们的底气往往就藏在自律里。可也有人到了中年就彻底放弃了管理自己，吃得放纵，动得懒散，身材发福，气色暗沉，整个人的精气神也跟着一天天流失，看起来比同龄人老好几岁。下面这组对比图就能清楚看出差别。同样的年纪，一个人挺拔自信，一个人却被岁月雕刻得毫无生气。其实现在开始管理自己还来得及。1. 坚持体态管理，不需要天天去健身房打卡，也不一定要做很强度的运动，从小事开始就够了。吃完饭别立刻瘫在沙发上，靠墙站个10分钟，让身体保持笔直的姿态。走路时刻意收腹提臀，长期坚持下来，身材线条自然就会越来越紧致。别小看这些细节，能坚持的人总能悄悄赢过别人一大截。2. 坚持基础护肤。护肤更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自律，皮肤状态和细节都特别显年龄感，别把年纪大了当成放弃变美的借口。相反，这个阶段更要好好打理自己，换个适合的发型，调整穿衣风格，注意仪态细节，把自律和美感坚持下去，你会发现一个更年轻、更有气质的自己，随时都在等你拥抱。其实，女人到了中年，真正考验的从来不是衣服有多贵，款式有多潮，而是能不能穿出一种舒服却有质感的状态。年纪越大，越不能随便糊弄一身就出门，更别总想着跟年轻人比拼潮流。很多人忽略了，衣服是会说话的，你的衣着就是别人眼里你精神状态和生活态度的缩影。所以别再一味追求显嫩，也别怕穿得简单，关键是要穿得得体，有分寸，有质感，才会真正显得人清爽精神，还能把气质衬托出来。与其纠结款式花不花，颜色亮不亮，不如先学会一些实用的穿衣法则。接下来就跟你聊聊，女人上了年纪，穿衣一定要记住的4要4不要。把这些细节用对了，不需要跟风堆砌新衣，也能美得更优雅、更高级。法则1：色彩要鲜艳，不要暗沉。
色彩是一身穿搭中最有温度的灵魂，对中老年女性来说，选对色彩不仅能修饰肤色，更能让整个人焕发柔和又明亮的光彩。不必一味局限在黑白灰这类安全色，不妨大胆尝试一些低饱和度的莫兰迪色系，让优雅与温柔悄悄流露出来。浅粉色温柔甜美，能增添一份少女心；雾霾蓝宁静优雅，尽显知性气质；米白色温暖纯净，给人以亲切之感。这些色彩不仅不挑肤色，还能让肌肤看起来更加红润有光泽。可以采用上浅下深或上深下浅的搭配原则，营造出层次感。比如一件浅粉色的上衣搭配灰色的直筒裙，既甜美又稳重；或者深蓝色的衬衫搭配米白色的半身裙，优雅大方又不失时尚感。此外，还可以适当运用一些亮色配饰进行点缀，如一条丝巾、一个包包，瞬间提升整体造型的亮点，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法则2，款式要简约，不要繁杂。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，挑选衣服时，更需要注重简约、舒适与得体这3个关键词。与其追逐那些过于花哨、复杂的设计，不如把心思放在一些剪裁利落、质地优良的经典款单品上，比如衬衫、针织衫、西装外套、直筒裤、A 字裙。这些看似普通的基础款，反而才是日常穿搭里最能撑起气质与品味的关键。一件版型适中的衬衫，就是衣橱里不可或缺的单品。宽松一点的版型不仅能很好地遮挡身材的小缺点，还自带一种松弛又大方的氛围感。搭配一条高腰阔腿裤，干练利落中带着知性美，特别适合日常上班或正式场合。如果想要温柔一些，也可以换成一条及膝的半身裙，轻轻松松就能展现出成熟女性的优雅与柔美。法则3，服装要有质感，不要廉价。服装的材质直接影响着穿着的舒适度和整体造型的品质感。中老年女性应选择一些高品质、有质感的面料，如丝绸、羊毛、羊绒、棉麻等。丝绸面料光滑柔软，具有光泽感，能展现出高贵典雅的气质。羊毛和羊绒面料保暖性好，穿着舒适，适合秋冬季节。棉麻面料透气性好，给人一种自然清新的感觉，适合春夏季节。在选择服装时，可以触摸面料的质地，感受其柔软度和厚度，同时注意观察面料的纹理和光泽。优质的材质往往具有细腻的纹理和自然的光泽。此外，还要注意服装的做工，如缝线是否整齐、纽扣是否牢固等，这些细节都能体现服装的品质。法则4，着装要有细节，不要单调。配饰是穿搭的点睛之笔，能为整体造型增添不少亮点。中老年女性可以选择一些简约而精致的配饰，如珍珠项链、玉石手镯、精致的耳环、手表等。珍珠项链是优雅的象征，无论搭配正式的礼服还是日常的休闲装，都能展现出高贵的气质。玉石手镯则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给人一种温润内敛的感觉。除了首饰，还可以选择一些实用的配饰，如帽子、围巾、腰带等。帽子不仅能起到保暖的作用，还能修饰脸型，提升整体造型的时尚感。围巾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和场合进行搭配，增加造型的层次感。腰带则可以突出腰线，让身材比例更加完美。法则5，穿搭要有风格，不要乱搭配。每个人的气质和喜好都不同，中老年女性应根据自己的特点，找到适合自己的穿搭风格。
如果你喜欢优雅知性的风格，可以选择一些简约大方的服装，搭配精致的首饰和优雅的配饰。如果你喜欢休闲舒适的风格，可以选择一些宽松的 T 恤、牛仔裤和运动鞋，展现出随性自在的生活态度。如果你喜欢复古文艺的风格，可以选择一些具有复古元素的服装，如波点裙、格子衬衫等，搭配复古的配饰，营造出独特的氛围。说到底，女人到了中年，真正的底气从来都不只是一件衣服、一款发型带来的表面功夫，而是藏在对自己用心打理、认真生活的点滴里。岁月会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痕迹，但只要心态放平，细节做到位，你依然可以活得清爽、优雅，成为那个在人群中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的自己。别害怕变老，也别害怕与年轻人比较，把心思花在取悦自己上，比什么都值当。从容去面对白发与皱纹，用一套合适的穿搭，一颗自律的心态，活成自己的底气。记住，女人的美不是停留在青春岁月里，而是沉淀在岁月长河中，历久弥新，愈发动人。愿你在任何年龄都活得体面从容，活得漂亮又笃定，优雅一生，精彩一世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